你对此事如此了如指掌，又怎会不知？离殇手下有个万军之中能取敌人首级的玄一客，那个人殿下自可放心，天劫之日必定不会出现在殿下面前。我还会把太子送给你，届时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。本王凭什么相信你？你有的选吗？你在太晋皇帝的金丹里做了手脚，我相信你的父王活不了多久了。等到时候皇帝驾崩，太子继位，你还有活路吗？你怎会得知此事？你究竟是何人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想成为什么，全在殿下的一念之间。师父，只要苏牧阳用空清水限制住银藕，我们便可以用完弃了它。为何还要送力王这个顺水人情呢？太晋皇帝膝下只有这2个子嗣，只要他们兄弟2人手足相残，太晋必乱。殿下，祭坛准备的如何？这几日就可完工。我大尧横扫玉宇的大业，指日可待了。末影开了一点汤药，外敷内用的，你的伤能好得快点。药太烫了，凉凉再喝吧。烫？你是怕烫，还是怕苦啊？正好，前几日在厨房偷了点糖，本想自己留着打牙祭的。既如此，我就大方的献给你。先前在山林崖边，我说想跟你厮守白头，你并未认真回答我。你我心意相通，情深意重。我在想什么，你肯定清楚。既如此，你对未来有何打算？准备何时娶我过门？成婚之后如何称呼彼此？准备生几个孩子？孩子长大了，谁陪念书？谁教舞剑？老了以后是在城中买个大宅子，还是归隐山林？将军果然豪爽，这些话，寻常都是男子说出来的。想娶你，但我总得买房置地吧。虽说你可能不在乎，但我好歹得租得起8抬大轿才行吧。再给我点时间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还没有什么松快的时间。太子既在府中，想来也没什么危险。不如找个机会出去走走。将军的脑子里平时都是保家卫国，今日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？先前一直忙着太子的事情，是我忽略你了，你也得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弥补一下。我不想日后回忆起来，尽是遗憾。
这里人来人往，你不牵紧我的手，把我弄丢了怎么办？你是黎将军，这众目睽睽的，我哪敢造次啊？有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有一天，我们也变成平凡男女，生活被柴米油盐浸染过，是否能像他们一样，还能记得乍见之欢？初见时还有些许的狼狈，所以忘了也罢。大姚安南王端奥为登，年少成名名垂绝。太君骠骑大将军李卫，战功赫赫，终有无双。怎么是李大将军？是我父亲，段奥登又是谁？就是姚国前主段敖泽的弟弟段敖登。当时鹿城之战，两军厮杀正酣，安南王临阵消失，姚军突然乱了阵脚，随后听闻姚帝暴毙。休走，看那枪！你们究竟是谁？金安，金安，金安，你怎么了？所以，最后姚人军心溃散，长风军大获全胜。不愧是李大将军，国之上将。反起战事，无论结局如何，都不是父亲愿意看到的。那场战争，双方死伤惨重，尸横遍野。从古至今，所谓的战争都没有真正的赢家。有空再来啊！哎，二位看得尽兴，杀个3瓜2籽的，小人好养家糊口。嗯。这也太多了吧，小人哪能受得起啊？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，要不送我们一个皮影如何？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倒是大方，一掉钱就买个皮影。眼巴巴看了许久了吧？这么喜欢，送你了。为什么？你总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可能因为我只有一颗心，
而我这颗心呢，又恰好只在你这儿吧。那等你到了武陵山，心也会在我这儿吗？若不是我逼莫影说出实情，你打算瞒我多久？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我不想让你再担心了。所以，你打算等一切结束，就不告而别，独自承受这一切？那天在山崖上，你跟我说，不必时时自己硬扛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怎么，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软弱，不能陪你一起承担吗？我先前没和你说，是因为我也不行。直到那天力王登门，我发现我果然失控。我狂性大发，也让你出现了反噬的症状。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况且有陆心在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莫言就是武陵山人，他都没办法，陆西又能帮得了几时？再说，要是取玉玲珑的时候出了什么岔子，伤到了你，怎么办？所以，你打算一个人跟他走？玉玲珑离体，过往的一切记忆都会随之烟消云散。你独自离开，就等于跟我诀别。过去的一切，那些承诺，都不作数了。我跟你之间有血气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我就陪你一起上武陵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失血。可我是你的血主，只有我在你的身边，才不会让你失控。你曾跟我说过，因我生同时，死同学，这么快就要反悔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，以后也不会。无论结局好坏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就都没有遗憾了。就算你真的失去了记忆，我也会陪着你，重新让你记起我。你看，这个还可以这样的。不是，这。
您这是干什么？奉厉王之意，为保太子安全，即日起，将军府诸人不得随意外出，违者就地处斩。陆成何时轮到苏沐丽说了算？不想死，赶紧滚！小人职责在身，还请将军不要为难。殿下还让小人给您带个话：若将军决心要反，他就不会活到现在。就算将军不顾念自身，也要顾念京中的黎大将军和小公子。殿下，更深路重，殿下身子还未痊愈，应该早点休息才是。外面这么大动静，我怎么可能睡得着？苏沐丽这么做，无非就是怕我再寻机会逃走。她想把我困死在这儿，任她鱼肉。殿下，厉王虽然步步紧逼，但只要有末将一日在，一定护殿下周全。将军这样的场面话，还没说腻。我给你带的战绩卷子你都不爱看，倒是这热热闹闹的皮影，好像更合你的胃口。我早该想明白的。我还以为你是脑散毒发，不知道死在哪儿。太后没有旨，属下不敢死。我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不但银藕尽在掌握，就连太监的2位皇子也都在我的摆布之中。太后，眼下太监皇帝将死，那2位皇子困于内斗，自相残杀，用不了多久，太监必乱。你要相信我，等到那个时候，那太监的江山岂不是唾手可得？而且，以你我的能力，一个大窑算得了什么？我要许你的是整个天下。谁许你穿陛下的旧服？脱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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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多年，我是怎么想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为什么不能答应我？哪怕就当个替代品。你配吗？
下，告退。殿下，在榻上找到的，像是那人送来的消息。初九夜，郊外密林，烟火为号。明天便是献祭之日，也是最后做决定的日子。这酒是我从京中带回来的，原本是想留着婷儿接管长风军的时候再喝，现在不用等他，你有口福了。今天的事，开弓便无回头箭，选择保他，就是要站在皇帝对面。此中利害，你可想好了？心向无极，杀死无道。所谓的献祭，传出去，本就会扰乱民心，圣上不敢下明旨，想来对簿朝堂，也不会说破。传出去，也是我长风军恪尽职守，拥护储君。你替所有人都想好了后路，除了要把自己豁出去。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殿下，夜深了。当日父皇立我为储，我还以为他终究是在乎这父子情谊，只是因忌后王而不悬于口罢了。其实我早该想明白的，几十年的末世，岂会轻易改变？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送我去死。厉将军从前颇重情义，或许也不会真的弃您于不顾。还有静安，他们的确给过我承诺，可结果呢？不还是背信弃义？如今情形，我唯有自救。生死由人，怎么选都是下策。与其受制于人，倒不如逆天改命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穿着这一身铠甲，当时觉得，这天人之姿，兴许是仙人下凡。我当时分明是狼狈不堪，倒是你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一直奋力护我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
但感觉好像过了好久，像过了几世一样。以后，我更想过普通人的日子，相濡以沫，永远都不会分开。等过完这一关，我们一定会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。将军，怀恩求见。见过将军，殿下接过将军近日辛苦，所以让小人前来，请将军过去同乐。殿下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回去告诉殿下，我还有要事要忙。小人只是奉命传话，还请将军不要为难。殿下诚意相邀，将军又何必负了殿下的好意？此外，殿下还特意叮嘱，晋安公子劳苦功高，务必请一同前往，以表谢意。既然殿下盛情难却，那我也只好奉命行事。这个孙牧阳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是想着纵性享乐？太子如何尚在其次，只是离霜不肯轻易放人呢。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本王都已经说尽了。是，他若还是执迷不悟，那就留不得。计时将至，人手准备的如何？一切准备就绪，只等殿下下令。我的好弟弟，不会让你死在祭坛之上，你只能死在我的手里。太子，喝点酒吧。来，太子。行了。殿下，你们终于来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请两位贵宾上座？哼！你们两个怎么不坐呀？殿下大病初愈，即使玩乐，也不宜纵意，应该保重身体才是。天亮之后，便是我的死期，还谈何珍重？这过去的20几年里，我每日都活得心惊胆战，谨小慎微。如今看来，竟全都虚度了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恣意放纵，彻底快活一回。所谓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啊，对了，小双，我记得儿时，你的舞姿也是一绝。今日难得高兴，不如你也干脆一展舞技，助助兴吧。将军的一身本领，是保家卫国用的。殿下的要求，是否有点强人所难呢？保家卫国，你这意思是要抗旨？只要本宫还活着一天，就仍是太子之尊，无论说什么都是储君谕令。你敢违抗，便是大逆之罪。
将军这是何意？既然殿下有如此雅兴，那末将也只好献丑。好，东方娘子一舞动天下，今日将军完全不逊于昔日的东方氏。上酒。这杯酒，一是敬这段时日以来，二位对我颇加照顾；二，敬你我少年时光，如今虽不能改变，却此生不忘。怎么？你们还怕我在酒里面下毒啊？谢殿下。将军，厉王大人进来了。该来的总会来。所有人跟我来。等等，能否让晋安留在我的身边？这样，至少我能安心一些。我奉劝你们，还是交出苏牧阳，否则我便推平这将军府。今夜以此剑为界，无论是谁，过之即斩。住手！
不自量力，黎将军不会以为你的玄一客还有本事救你吧？外面杀声四起，你倒是能沉得住气。我现在身在将军府，大家便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黎霜不想让我死在路城，牵连黎家。为了保全自身，他自然会拼了命的把我保住。你真以为双儿多次拼了命救你，只是为了保全黎家和长风君吗？我曾经也是这么以为的，但你们怕引火烧身，弃我如敝履，我便明白，这场梦该醒了。我明白，当初你帮我，只是因为黎霜，如今时势变了，自然也要帮他丢开我这个累赘。要真是这样，何必让我换上你的车驾，去迷惑厉王？直接把你绑到厉王面前不就好了吗？双儿百般筹划，拖延时间，就是为了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起码躲过一劫也好。此刻，他还在外面，为了你的性命跟别人厮杀，而你呢？你在怨怼他。我失信于你，无可辩驳。但双儿行事总是多有无奈。你和他一起长大，他把你当作唯一的兄长，唯一的朋友。别人不懂他，难道你也不懂？父亲，只是恐怕这一切